这朱砂掌在江湖中人人都听过，但是修炼朱砂掌的武功心法秘籍已经失传多年，近20-30年来，这江湖中已经根本没有人练成朱砂掌了。我只听过一个叫单掌追魂的林斌，他练的就是朱砂掌，可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现在林斌早已经死了，我也没有听说过他有传人呢。不错，单掌追魂林斌昔年练的朱砂掌，也只练成了单手，而此人却可以双掌齐用，而且练得相当有火候。像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多了。据说，练朱砂掌的人手上的特征是可以看出来的。初练朱砂掌时，手的确会呈现深红色，可是越练越久，功力越来越高，到最后就会返璞归真了。只有在出手时，他的掌心才会呈现朱砂色，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。那这么说，除了我们4个人，其他人都有杀死他们的可能了。还有一个人没有这种可能。谁？金灵芝。何以见得？王主，请看，打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掌印很大，就证明此人手很大。女人的手哪有那么大？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看来母老虎买你这个狗奴才，这钱花得不冤枉。女人也有手大的。据相法上说，手大的女人必定是主富主贵。金姑娘，岂不正是一个富贵中人吗？嘿，真没想到海帮主原来还会看相。嘿嘿，哎，相书上也说，杀人者必面带凶相，不知道海帮主能够看得出来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偷金姑娘那颗珍珠。你确定是她的？对珍珠我是内行。奇怪，金姑娘的珍珠怎么会在此人的身上呢？想必是金姑娘留在这里的。这么说，金灵芝就是杀人的凶手了？主人是杀人凶手，那奴才就是从犯。你自己小心点吧你。莫非是向天飞遭了毒手？他的尸首呢？前锋鲁长吉，在。今天是不是你们2个当值掌舵？是。那你们的人到哪儿去了？刚才是向二爷让我们走开一些，如果我们不走，向二爷就瞪眼发脾气，还要打人，所以我们不敢不走开。但我们也不敢走远，就在那边帮孙老三收拾缆绳。你们刚才可听到什么声音？我们听到那声惨呼，就立刻赶过来了。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又听到扑通的一声，再看向二爷就已经看不到了。二弟，二弟，二弟，都怪我，我不该带你到这儿来。海帮主，也不必太过悲伤了。在尸身未寻出之前，大家都不能确定死的究竟是谁。再说，向二爷武功高强，也不会轻易遭人毒手的。尸体落水还没有多久，我下去看能不能打捞上来。减速，停船，清点人数。
除了王得志和李德彪，别人都在，一个不少。是。项二爷武功之高，在下是知道的。在下不相信他会轻易遭人毒手，只因江湖上能杀死他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丁公子武功之高，不光是我知道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刚才出事的时候，丁公子在哪里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在下睡觉的时候，一向是在床上。勾兄，你和他是同房的，你可看到了？当时我正在茅房解手，不在房间里啊。其实这个人要杀死项二爷，他的武功也不一定要比项二爷高。武功不比他高，怎么杀得了他呀？那是因为项二爷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人会行刺他，所以毫无防备，才会被这个人一击得手。不错，否则他们交手的时候必会发出响声。前锋他们早就听到，正因为这个人是暗中行刺，所以没有任何人听到动静。正是如此。所以这条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杀人的凶手。别人都跟项二爷无冤无仇，为何要下此毒手啊？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难道我和他有仇吗？在那三合楼，勾兄与项二爷起冲突的时候，幸好不止在下一个人看到。我只是说要和他比划比划，没有说要他的命啊。勾兄要不要他的命，看来只有勾兄心里最清楚。你，何况，据我所知，项二爷被害之时，勾兄却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在解手。在哪儿解手啊？当然是在茅房了。难道说我要在你面前尿尿吗？有谁看见了？没有人。当时茅房里一个人没有。勾兄不迟不早，正好在项二爷被害之时去解手。茅房里正好又没人看到，这倒真是巧得很，巧得很啊！我怎么知道尿什么时候会来？我又怎么会知道茅房里什么时候有人啊？勾兄，其实你大可不必那么激动。事实俱在，勾兄绝不会是凶手。事实俱在，在哪里？这凶手既然是暗中行刺的话，那必定要和项二爷保持很近的距离。勾兄和项二爷一向不和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试问项二爷又怎么肯让勾兄走到自己身边呢？没错，如果向天飞看到我向他走来，只怕他早就跳起来了。各位请看，留在地上的这滩血渍，就表示项二爷一定流血极多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他被人贴身行刺的话，那么凶手的衣服上肯定会有项二爷的血迹。但勾兄他身上这些衣服却是干干净净的，衣冠整齐。试问，他在行刺之后，就算是换了衣服，也不可能换得这么快呀。没错，我当时听见一声惨叫，就立刻赶过来了。我哪有时间回去换衣服啊？这点我可以作证。我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这儿了。无论谁是凶手，都不可能将这衣服换得如此之快，除非他将那衣服脱了下来，
或是将那有血迹的衣服丢下海里，或者秘密地藏了起来。如此说来，这个凶手此刻应该还是衣冠不整啊。幸好在家睡觉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有穿长衫的习惯。不错，没有人睡觉的时候还会穿得整整齐齐的。我一听到惨叫声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我也没有穿外衣，难道我会是凶手？凶手没有查出来之前，谁都有嫌疑，就算再有钱的人，也不例外。谁规定了有钱的人就不会杀人啊？金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找不到，什么都找不到。这么急的水流，连条死鱼都瞧不见，莫说是人了。老臭臭，你现在肯说实话了吧？你以为你可以瞒得过我胡大侠？哎呀，我哪里瞒你了？你是不是犯什么毛病了？你还说没有骗我？云从龙临死之前给你的那样东西，就在杯子里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原来有人说胡大侠是个草包，我还不信。今天看起来，此话不假呀。你放什么狗屁啊！你放什么狗屁？你懂什么？哎，那你又懂什么？你懂个屁！他方才不愿意说实话，是因为有海阔天在旁边，他不方便讲而已。你又生哪门子气呀？海阔天在旁边又怎么样？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坏人，起码他和我们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，干嘛要瞒着他？方才还说你懂个屁，现在看来你连屁都不懂。哎，他只不过带你去看了几坛子酒而已，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。我说你们毛病真大，怎么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的？哎，我问你们，这世界上是不是根本没人可以信任的？没有。哎，有时候啊，我连自己都信不过，更何况别人啊。哼，这句话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坦白的，不像那老臭臭。你就真的那么信任海阔天？他什么话都说出来了，他没隐瞒什么。要钓鱼呢，就得用鱼饵。你怎么知道海阔天说的那些话不是在钓鱼啊？钓鱼？钓什么鱼？要套出我们的实话，嘿，他就得先说些好话来给我们听。其实他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是猜测而已，他能猜到，别人照样也能猜到。说了半天等于没说，嘿。还有那6口棺材，谁也不知道是谁送过来的，说不定是他自己送过来的。海怪说的对，这船上的人既不聋又不哑。如果说有人能把棺材送上来，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摆到货舱里，我看是不太可能的。看来只有他自己。但至少他不会是杀死向天飞的人。向天飞死的时候，他明明是跟我们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么说，勾子长也不是凶手，所以最大的嫌疑只有那个金灵芝、丁峰，还有公孙婕妤。不错，要把那6口棺材瞒着人送上来，虽然不容易，但是你们别忘了，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。常言道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有钱了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话是如此，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，还有另外2个嫌疑很大。谁呀？那就是今天本应该在那里掌舵的鲁长吉和钱锋。切，就凭他们2个人，怎么可能杀得了向天飞呀？今天本来就应该是他们2个在那里掌舵的，既然没有什么问题，向天飞当然就不会怀疑了。何况向天飞
这个人一向非常的高傲，自视过大，他从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所以，要是行刺向天飞的话，这两个人理所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。就是因为他们太不起眼了，没人留意到他们，所以如果是他们要杀人的话，有足够的时间去换衣服。况且，海国天当时也和我们在一起，或许他这么做只是证明向天飞遇害时，他并不在那里，而是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他并不是凶手。那也不能证明他没有派别人去杀向天飞。那你们就认定他是凶手了？我没说他一定是凶手，只是觉得有嫌疑而已。那最大的嫌疑就是金灵芝。为什么？若不是他，那颗珍珠怎么会落在李德彪的尸体上呢？其实，这船上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我们如果现在下定论的话，或许还太早了。太早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况且每个凶手，他行凶都有目的。看来我们还是得先找出那个凶手他行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没错。更何况，凶手行凶后，不管是多么厉害的人，他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我看我们还是等他露出破绽来再做打算吧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难道等他再多杀几个人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等到他下手杀第二个人时，我能够先发制人，将他抓住。那如果以后他不杀人的话，那就抓不住了。酒鬼，他怎么会不杀人呢？你想想看，这船上有多少棺材？有6副棺材，他若不将棺材填满，我想他是不会罢手的。那你这样说，他下一个要下手的目标是谁啊？这个真的不太好说，或许是你，或许是我，或许是海怪。那你就趁早，在临死之前，把云从龙给你的东西拿出来瞧瞧吧。哦，平时你说我还不相信，你这个人真的是有一双贼眼。那杯酒里的确是有样东西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是一颗蜡丸。看来这位兄弟已经不胜酒力了，那么这杯酒我就替他喝了吧。这颗蜡丸里面藏有一张图。什么图？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究竟是一张什么图啊。这图我研究了半天，这条曲线应该代表水流之类的东西。有道理。那么这个图形应该就是太阳了。不错，没错没错。那你说这些大大小小的黑点儿又是什么？有水流，有太阳，表示应该在海上。海上的话，这应该算是礁石了。那就是太阳下，流水间。这个是礁石中，上面有只蝙蝠。这到底代表什么？我想不通啊！我想这张图自然有极深的意义，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秘密，否则云从龙不会在临死之前慎重地交托给了我。你说这云从龙搞什么呀？就不可以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吗？猜什么哑谜呀？这是。那时他自然没有机会说话呀。那也是，那天晚上在三合楼，我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，简直是语无伦次。对了，
就连什么“骨鲠在喉”这4个字都是用错了的。怎么用错了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“骨鲠在喉”啊，一般是形容一个人心里有话，不吐不快。可是他呢，他把这个词用在什么喝酒喝不下去什么的，简直大错特错啊！云从龙又不是什么教书先生，用错个典故有什么奇怪的？当然不像胡先生有学问，斤斤计较，咬文嚼字儿，学问大。好，看来我们这位胡大侠这2年的确念了不少书啊！你说一个人若是还肯念得下书的话，多多少少以后还是会有出息的。好了，你们2个放我一马，不要闹了。我难得跟你们俩正正经经的说个正事儿，你看看你们说什么呢？这是。金姑娘，是你啊？是金大小姐啊！我们正在房间里鬼扯，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把门，当不起呀！张三，出来！叫我，叫我！来了！金姑娘有什么吩咐？这包东西你替我收着。是。这包东西是我刚捡来的，你可以打开来瞧，但你若给我弄丢了，小心我要你的脑袋。金姑娘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个东西你只要交给我，那即便是天下第一神偷来了，也休想把它偷走。这狗奴才真听话，我看他主人要他杀人，他也会照办。天下第一神偷，去！金姑娘，早点休息啊。3位都还没有睡觉啊？丁公子想必也跟我们一样，换了个地方就睡不着了，是吧？在下有件事情，想找楚香帅聊一聊，不知道现在方不方便？哟，我还以为勾兄真的又去解手。还想替勾兄介绍一位专治肾亏尿多的大夫，让你去瞧瞧。我本来是要去解手的，可是经过这里以后，我突然想找他们聊聊。勾兄跟他们2位本就认识，这点我倒未曾想到。香帅，恐怕你也没有想到吧？我只不过和他们2个见过1、2次面，并不熟，不熟。丁兄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聊聊吗？里面请。哦，不用了。那个，今天大家都累了一天了，也该安歇了。有什么事到晚上再说吧。告辞。好。哎呀，这年头啊，真是人心难测。那勾子长，看来也不是什么老实的东西。公孙婕妤跟那白蜡烛，他早就认识，但是上船之后，他不动半点声色。他说他自己，初出江湖，
除了老臭虫之外，谁都不认识，全是骗人的。他认识的人比我还多。没错，我以为他什么都不懂，就会惹事得罪人，没想到他比我们谁都沉得住气。他故意装出那副老实的样子，为的就是让我们对他不加提防。嘿，哎，其实啊，他早就跟公孙婕妤串通一气。不对，我去瞧瞧。什么不对？你瞧什么？搞不好那钩子长就是凶手，公孙婕妤还有白蜡烛，可能就是他第二个下手的对象。搞不好的话，现在已经遭了毒手了。海怪，你说我们胡大侠几时变得那么聪明了啊？哼，你说钩子长杀人之后从他房间走出来了，对吧？那么那屋子里面公孙婕妤和白蜡烛应该已经死了，这屋子里面为什么会有人帮钩子长关门呢？哎，我是啊，跟你们待久了，被你们传染了，所以啊，也变得疑神疑鬼。喂，海怪，你怎么不打开那包袱看看里面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打开？哎，你主子不是说了，你可以打开看的吗？但是我若不肯打开呢？嘿，奇怪，你就没有一点好奇心，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好奇心我还真是有啊，就是呢，我要等到你睡着了之后，天黑了我再打开，嘿嘿，就是不给你看。哎，可惜呀，我又不是道帅楚留香，我又不会偷，可是我会。这衣服我见过，在哪儿见过？啊？丁峰那天去接枯梅大师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衣服。不知这里可是兰太夫人的帐篷？这衣服上的血，难道就是向天飞的？丁峰就是杀害向天飞的凶手？其实啊，我早就怀疑丁峰了。这人十分狡猾，皮笑肉不笑的，一副坏人的样子。但是金灵芝一向都很听他的话的，怎么会故意把这个衣服放到这里来呢？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丁峰的衣服，也许是金灵芝故意栽赃。栽赃？他知道我们发现那尸身上的珍珠，所以也就知道我们发现了他，因此他就偷了丁峰的衣服，在上面弄点血渍，转移目标。海怪，啊，你说，要是你穿上我的衣服去杀人，那凶手会不会是我？这件事情恐怕还有2点很可疑。哪2点？第一，你说那金姑娘，她是一个大小姐，若要她去杀人的话，她还可能杀得了；但若要她去偷东西的话，我想她未必能偷得到。他怎么知道丁峰的衣服放在哪里啊？还一偷就能偷到？这第二呢，如果说他要杀人，再加以嫁祸的话，他就不用把衣服亲自送到这里。你想想，这杀人的人难免会有点心虚的嘛。这样说来，你是认为是别人故意把这衣服放在金灵芝能看到的地方，让金灵芝好拿过来放在我们这里？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，也或许凶手就是丁峰。他在杀人之后实在是太匆忙，所以没有时间将这衣服处理掉。丁峰跟钩子长住在一间屋子里，要偷丁峰的衣服，钩子长那是会比别人都方便一些。哼，所以我认为钩子长的嫌疑最大。哎呀，我认为啊，
你干嘛不去问问你主子，这衣服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不敢去，我怕碰钉子。哎，哼，你要想知道这衣服从哪儿来的，你去问呢。啊，你不会害怕了吧？我怕什么啊？我怕什么？怕他咬我？那你去吧，我现在就去。哎呦，他也许现在已经睡着了。我若吵醒了他，他发脾气也是应该的。别人吵醒我的时候，我又何尝不会发脾气？何况敲女人的房门也是种很大的学问，那不但要有技巧，还得要有勇气啊，并不是人人都能敲得开的。哎，漫漫长夜，还是以后再问他吧。哎。奇怪啊，我怎么没听见敲门声啊？不是说胡先生胆子很大吗？啊，是谁刚才出门的时候，口气那么大？难不成过去连门都不敢敲啊？喂，谁让你睡我的床？下来！这是你的床啊？谁规定这是你的床？啊，皇帝老子！行，哼，谁稀罕睡这床啊？船上的床又窄又短的，就适合你这种身材。啊，你看这地多宽敞啊，就像我这样的啊，大丈夫睡的，不跟你争。哼，哎。我的枕头呢？我说你这个强盗啊，让了床给你，连枕头也给抢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这地上又宽敞又舒服吗？也许就是那个海阔天怕那个你晚上睡得太舒服了，明天早上起不来床，所以没给你准备枕头。哎呀，海怪，你怎么跟老臭虫一样，把他鼻子不灵光的毛病也学会了？你闻不出来吗？闻出什么？我刚才啊，在枕头上面放了一个大大的屁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傻瓜！哎呀，这么容易上当啊！哎呀！若说别的嘛，我不信。说他放屁，你可是天下第一。别人放30年的屁，不如你放1天的屁加起来多。1个，2个，3个，4个。这生意这么好啊！
干什么呀？存心想吵着别人睡不着觉啊？谁呀？是楚香帅吗？请过来一叙如何？原来是找楚留香的。这2天好像人人都在找楚留香。喂，陶所长，不见了。楚香帅也许还不知道在下是谁吧？我知道你是谁，楚留香不在。不知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属兔的，到处乱跑，我怎么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？那敢问阁下是？我姓胡，你找楚留香有什么事啊？你告诉我也一样。哦。公孙婕妤本和老臭虫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忽然找他干什么呀？而且又不光明正大的过来说话，简直有点鬼鬼祟祟的。难道有什么秘密要告诉他？这老臭虫越来越不是东西了，自己溜了，哼，也不叫我一声。昨天我又没有喝醉，怎么睡得跟死猪一样？怎么了，胡兄？你是不是要找他们啊？我有没有毛病？我不找他们，敲他们门干嘛？啊，他们2个人刚才上楼了，我看见的。哎，你怎么对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很留意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从认识你开始，我就把你当成朋友了。是，我也一直很感激你啊。那么我希望你老老实实跟我说话，不要瞒我。我从来没在胡兄面前说过谎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个白蜡烛和公孙婕妤，他们是什么来路？你是怎么认得他们的？哎呀，既然胡兄这么说，那我就不能不说了。只不过，怎么了？此事关系重大，事情尚未搞清楚。我希望对胡兄说了以后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啊！放心，我答应你。就连楚香帅也……哎，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，就算天王老子在我面前，我也绝对不会提一个字。我老胡说的话，绝对比那个楚留香还可靠得多。你放心好了。既然胡兄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胡兄，借一步说话，来，来，请进。坐坐坐。2个多月前，开封府出了巨案。在关外，押解贡品进京的镇远将军，本来驻扎在开封府的衙门里，可是有天晚上，突然失去了首级，就连进贡朝廷的贡品也全不见了，而且随行的120几个人，一夜之间竟全被杀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啊！竟然发生这么大的事！我都没听说过。就因为这件案子太大，若是惊动了朝廷，谁都担当不起，所以就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，等查到凶手以后再往上报。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来，这手脚还挺干净的。要查出来，我看不容易。但是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。那凶手自认为做的手脚很干净，却不知老天爷偏偏留下了一个活口，叫他们发
难逃做了他们的见证。是什么人呢？是镇远将军的侍妾。那天晚上，他在镇远将军的房里侍寝，本来呢也是难逃毒手的，但事发当时，他正好在床后面解手。哎，他突然听到动静以后啊，就赶紧藏到床底下。虽然没有看清凶手的面貌，但是他们俩说的话，他听的是清清楚楚的。哼，看来这女人的命就是要给男人长一些。是的，是的。据他说呀，这凶手啊是一老一少两个人。事成之后呢，他们准备逃到海外去，到什么销金窟享受一生。我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才追查到这儿的。难道你是六扇门的人？据他说呀，这凶手啊是一老一少两个人。事成之后呢，他们准备逃到海外去，到什么销金窟享受一生。我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才追查到这儿的。难道你是六扇门的人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官府里的捕头，我只不过是关外熊将军的一个贴身侍卫。这次入关，我就是奉了熊将军之命，特来追查此案。只是在下从小就进入熊将军府，在江湖上很少露面，所以江湖的事我就很陌生，倒让胡兄弟见笑了，见笑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你干嘛不早说清楚呢？害得我们险些把你误会。抓贼的被当成是强盗，那岂不是很冤枉啊？哎呀，就是因为我所担负的任务极重，而且又是极秘密的事情，不能随便暴露我的真实身份。更何况海阔天、向天飞还有丁峰等人都不是什么规矩人。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办案的公差，那就对我很不利呀。你这样说来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你怀疑的应该就是公孙婕妤和那个白蜡烛，是他们两个人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两个人呢，嫌疑是最大的。之所以我今天去他们的房间，我的目的就是要探一探他们的口风。哎，那你可听到什么？像他们这种人，自然是守口如瓶。我这一趟啊，不但毫无结果，反而打草惊蛇。看来他们两个已经看出我的身份，只怕……没错，他们既然已经看出你的身份，只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以后你要多加小心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胡大侠现在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绝对不会让他们胡作非为。你放心好了。哎呀，多谢。既然有胡兄这句话，那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只不过这两个人毒辣阴险，绝非常人可比啊。现在有没有抓住他们什么真凭实据？我看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其实我是想不通，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杀死向天飞？莫非他们要把这船上所有的人全都杀了灭口？本来我在海上的时候啊，就总是觉得海上的景色令人陶醉。现在我又回到海上了，这回我可不想回去了。这就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。哎，这大光脑袋挺势利眼呀，都是换衣服。你看，粗人就是粗人。楚兄、张兄，两位今天可曾看到过海帮主？
从今天早上见过他一次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他来了一天了，可能睡了。丁公子何不到下面的仓房去找一找？找过了，他的床还铺得好好的，好像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一样。别的人难道也没有见过他吗？我已经四处查问过，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是钱枫。钱枫？据钱枫说，他中午时还见到海帮主一个人站在船头，望着海水，默默地出神，嘴里还在念着向二爷的名字。钱枫请他用饭，他理都不理。从那时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。那个时候甲板上的人有没有见过他？当时大多数的水手都在膳房用饭，后梢有2个人在掌舵，左舷有3个人在掌帆，舵梢还有1个人在瞭望。但是这6个人都说没有看见海帮主走上甲板。你是说钱枫说谎？但我却想不出钱枫为何要说谎。难道说大家都忙着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海帮主走向船头？毕竟海帮主站在船头的时间也不久。那么海帮主他人呢？难道跳进海里去了？我只怕他心中背道向二爷之死，一时想不开，就寻了短见。海帮主他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。钱枫呢？我想问他几句话。啊，今天不是他当值，在底舱里歇着。那我们去找他吧。钱枫，钱枫，钱枫，谁呀？钱枫在哪？把他叫起来。钱枫，钱枫，有人来找你。他这个人呢，一喝酒，睡觉就像死猪似的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哼，这毛病跟老酒鬼差不多。快把他叫起来。好的。钱枫，钱枫，有人来找你。钱枫。这是朱砂掌。丁兄好眼力啊，一定是练过朱砂掌。近年来，我还未曾听说过江湖中有谁练朱砂掌。不知道刚才有没有人进过这个船舱呢？我也是刚下来的，那时钱枫已经睡着了，我们这里的人全部都睡着了。像我们这种粗人，一睡着就不会被吵醒的。但是刚才丁兄好像曾经说过，他到这船舱来找钱枫问话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？没有。在下方才的确来过，但是我来的时候，钱枫还是活着的。我问钱枫话的时候，金姑娘就在旁边，可以证明。然后我就到膳房中去问正午时在甲板上的那6个人，这前后还不到半个时辰。我都已经查过了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别人无恙。金姑娘呢？啊，金姑娘跟我在楼梯口分了手之后，就去找胡兄、勾兄，还有那位公孙先生。也不知他找到了没有？不知那膳房到底在何处呢？哦，两位，请随我来。把他安顿好。
朱沙长。这6个人在一瞬间就遭人毒手，看来凶手的动作很快。如此看来，海帮主是凶多吉少了。不错，海帮主被害的时候，想必钱锋跟这6个人都有所察觉，所以呢，凶手才不得不将他们全部杀人灭口。其实方才他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对我说出来，还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有一点，这凶手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，能令他们如此守口如瓶？哎呀，也许他们没有机会把秘密说出来吧。丁兄刚要一一查问他们，他们就被人杀了，不是太巧了吗？不错，我若是不问他们的话，他们可能不会死得这么快。此事发生前后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在这半个时辰当中，有谁会向他们下如此毒手？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。对了，在这半个时辰中，2位可曾见过公孙先生和钩子长吗？我可以证明，钩子长一直在跟我聊天，他没有杀人的机会。那公孙先生呢？我们师徒俩一直都在屋子里，这胡兄总该知道的。没错，你是和我隔着墙说了几句话。但那之后呢？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屋子里，直到金姑娘来找我们。不错，我去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确在屋里。我跟你们讲话之后，金姑娘来见你之前，那段时间你们在哪里？那段时间足够杀好几个人了。今天我们师徒俩就根本没有走出过这个房间一步。可是钩子长说明明瞧见你们出去过，这怎么解释啊？请问阁下，我们几时出去过？我听到外面有动静以后，就出去看了一下。正好看见有一个人上楼，我还以为是公孙先生呢。哦，原来阁下只不过是以为而已，我还以为你真看到了呢。当时我看见那个人快到楼梯上了，我就看见了一双脚，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。不到1天，就死了9个人，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活多久，更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呀？
想等他第2次下手，查出一些线索来，谁知他出手一次比一次干净，这次竟然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。既然人没死，那就会饿，饿了呢就得吃东西。吃完了不知道是死是活呀。哎，你吃你吃。但是大家总不能这样饿着肚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我们全部都要饿死在这里。所以，宁愿中毒死，也比饿死好吧。楚香帅，豪气如云，名下无虚，佩服佩服。哎，你真的以为他有视死如归的豪气啊？那你错了，他只不过有一种特别的本事，能够分辨食物中有毒没毒。可是他这本事从哪儿学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和楚香帅在一起，真是我们的运气。如果你是凶手的话，那就只能自叹倒霉了。非常时期，大家都还是少喝2杯吧。金姑娘和胡兄虽约好今日拼酒，也最好改期。2位无论是谁喝多了、醉了，都不太好。喝不喝都没关系，但醉倒的绝对不会是我。难道醉倒的是我啊？拿6坛酒来。哇！哎，酒来了。狗奴才，把这个拿下去，喝完了。来，喝。胡兄果然是好酒量啊，单就这一筷子，就非常人所及呀。哎，拼酒嘛，求的就是一个筷子。要是慢慢喝的话，那就喝上3天3夜，就算3岁小孩子也喝不醉啊！是吧？无论你喝得多快，若是醉倒了也不算本事。若是拼着一醉，无论是谁，都能灌下几坛酒的。张三，你说这话对不对啊？对呀。有些人啊，那酒量其实并不好，
只是赶醉而已。反正已经醉了，再多喝几坛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一个人呐，只要有了7、8分醉意以后，再喝进去的酒啊，就像白开水。嘿嘿，所以啊，喝多不算本事，喝多了不醉，那才叫本事呢。我要是喝醉了，你第一个要当心。我当心什么？我要是发起酒疯来，一看到那些马屁精，就好像看见臭虫一样，非一个个把它捏死。哎，你不用担心啊，你虽然是老臭虫，但是你不拍马屁。大家都听见了？哎，这没喝醉呢，就像疯狗一样。若真是要喝醉了，大家可要小心了。来喝，来。金姑娘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。像胡兄这样的喝法，实在是没有人能不喝醉的。他喝醉了，倒不奇怪。如果说他喝不醉的话，那么就是件奇怪的事了。但现在确实不是喝醉酒的时候，楚兄为何不劝劝他？哼，丁兄啊，我想你有所不知，他这个人只要一喝起酒来，就立刻变得六亲不认，谁劝他都是没有用的。而且现在这间屋子里，好像有很多人在等着看胡兄喝醉的样子，为何必劝他呢？楚兄这句话的意思，莫非认为在下也盼着他喝醉吗？哼，要不是丁兄刚才提醒了他，他怎么会和金姑娘拼酒呢？他们若是一拼起酒来，岂不是要喝醉了？不过，刚才在下的本意是要劝他们改期的。哼，丁兄不劝还好，哎，丁兄这一劝，反倒提醒了他们。丁兄，你和他相处已经有2、3天了，你应该知道他的脾气。他这个人的脾气呢，就是拉着不走，赶着倒退的倔驴子的脾气啊。唉，想必楚兄对我还有些误解之处。不过还好，来日方长。我想总有一日，楚兄是会了解丁某的为人的。来喝。再来。来，喝。来，接着喝，继续喝啊，继续。好，张三，你为何不把那样东西拿出来给丁兄瞧一瞧呢？光顾着看他们拼酒，险些误了大事。却不知楚兄要给在下瞧什么？好，这样东西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。无论是被任何人拿到了手上，那么他心里的秘密，马上就会被人家看出来。照楚兄这么一说，这件东西难道有什么魔法不成？哼，的确有些魔法。来。丁兄，若你心中有什么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心事的话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把这包袱接到手上。楚兄这么一说，难道认为丁某人心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兄可看出在下的秘密？多多少少看出了那么一点儿。看出了什么？看出了丁兄的左手，想必也是很灵活的。不错，在下年幼之时，本是连写字、吃饭都是用左手的，为此不知道挨过先父多少训斥，到成年之后方才勉强改了过来。但是稍不留意的话，这个老毛病就又犯了。哦。如此说来，丁兄的左手和右手一样灵便了，只怕更灵便些。啊，那么丁兄不应该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我。嗨，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，有何不可以说的？哼，在我看来，这个秘密十分重大。别人只要知道丁兄的左手比右手还要灵便，那么下次别人与丁兄交手时，岂非就要对丁兄的左手加以提防了吗？楚兄果然高见。不过，幸好在下并没有和在座各位交手之意，不然的话，难免是要吃些亏的。哼，那也未必。反正丁公子的右手也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。别人要提防着丁公子的左手，丁公子可以用右手杀人，也是一样的。张兄的意思是，丁某人杀过许多人，是吗？我只不过说，两只手杀人比一只手要方便一些，也快得多。哼，如此说来，那三只手杀人岂不是更加方便？不知楚兄还看出在下什么秘密了吗？哼，还有一个秘密，就在包袱里。丁兄为何不打开这包袱瞧一瞧呢？在下正有此意。丁兄，不知道你可认出这件衣服是谁的吗？我当然知道。这件衣服本就是我的。啊，这衣服上的血迹，难道也是丁兄的吗？楚兄说笑了，在下并未受伤，怎么会流血？哎呀，不知道这血怎么会染到丁公子的衣服上，这倒是怪事啊。勾兄想必是少见多怪了。少见多怪。若是有人想嫁祸于我，先偷了我的衣服穿上，再去杀人，这种事本来就平常的很。何况，如果那个人本就是与我同住一屋的，要偷取我的衣服的话，正如探囊取物，就更不奇怪了。你自己做的事，休要含血喷人。只怕含血喷人的不是丁某，而是阁下。怎么？阁下难不成想将丁某之血再染上这件衣服不成？丁公子真是多虑了啊！勾兄站起来不过是想敬丁公子一杯酒而已，是吗？啊，不错，我正有此意。想不到公孙先生还真是我的知己啊！请。
其实啊，这件衣服上的血，也未必见得就是向天飞的，说不定啊是狗血、猪血，也未尝可知呢。大家伙儿又何必为了这件事而伤了和气呢？酒中药。丁兄，先沉住气，只要毒不攻心，就有药救。太迟了，你好狠！虽然我也知道此事迟早会发生，想不到还是那个遭了毒手。相帅高义，天下皆知，我只想求主兄一件事。丁兄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只要凶手还在船上，我就绝不会让他逍遥法外。这倒没什么，若一快死，对什么事情都会看淡。只是老母在堂，我也不能尽孝，只求主兄将我的尸身带归。你的意思我已明白，你托我的事，我必定办到。丁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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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兄！不是我，下毒的人不是我。谁说是你下的毒了？我本来就没想向他敬酒。是你要我向他敬酒的。他已喝过几杯酒，酒中都无毒。我的手就算再长，也无法在这杯酒中下毒啊！难道我有法子在这酒中下毒吗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，再说，丁峰的眼睛也不是瞎的呀。两位都没有在酒中下毒，因为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在酒中下毒。酒中不可能有毒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死了。没错，只有丁兄喝的最后一杯酒才有毒，而且毒不在酒中。毒不在酒中，那在哪里？在酒杯上。酒杯上？有人预先将那强烈的剧毒涂在了酒杯上。丁峰先喝了几杯，都未中毒，那是因为那些毒汁还没有开始融化，直到丁兄喝了几杯以后，毒才慢慢从杯上化入了酒中。哎呀，幸亏香帅在这里，和香帅在一起，真是幸运呐！哎呀，但无论如何，毕竟总有个人下毒的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人人都知道这酒杯是在厨房里，所以没有人会提防那酒杯。无论任何人想要在这酒杯上面涂抹上毒药，应该都很容易。可是，那个凶手怎么会知道这个有毒的杯子必定会送到丁峰的手上呢？我想他并不在乎，他也无所谓，因为这个酒杯到谁手上都是一样的。
没错，没错。对凶手来说，反正我们迟早都是要死的，谁先死谁后死，都是一样的。一共有10个人上船，现在死了3个，真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。哎，方才看他倒下去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跟丁峰一样，嘿，吓了我一大跳。但是我却早就知道酒鬼他一定死不了，因为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。这句话你难道没有听说过？我虽然没想到丁峰会死得这么快，也没想到，嘿，这酒鬼会醉得这么快，更没想到金姑娘喝起酒来真有2下子。哼，你以为金姑娘她自己没有醉吗？哼，就连丁峰什么时候死的，金姑娘都不知道。哼，这2个人醉的可真不是时候。那你就不知道了，海怪。我跟你说啊，酒鬼醉的可真是时候，而且时候恰恰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现在喝醉的话，就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。如果凶手真的要找他的话，至少我们2个一定会陪在他身边吧。一点都不错，我一直觉得他呆，其实啊，他比谁都聪明。啊，不过海怪，这该死的人反而没有死，这不该死的人却无缘无故的死掉了。你是说丁峰本不该死？我算来算去，这整条船上的人，只有他的嫌疑最大，因为只有他才有杀人的动机。动机？对，没有动机，就没有理由杀人。那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他杀人的动机当然是不希望我们船上的人能找到销金窟去啊。如果他不希望，哎，为什么要请这帮人上船啊？就算他不请这些人上船，这些人也有可能自己找得过去的。所以，与其这样，他不如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再一个一个全部杀掉。可现在，他却先死了。哎，所以啊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屁话。难道这船上除了丁峰之外，别人就没有什么杀人动机了吗？海怪，你想想，这杀人的动机不外乎就那么几种，要么就是情杀，要么就是图财，要么就是有记恨，要不然最后就是为了杀人灭口。这丁峰就是最后一种。我一直都以为这丁峰是为了这个动机才会杀人的，但如今他却死了，这点就已经不成立了。唉，你想想看，这船上的人大家都是互不相识，更不用说知道对方的秘密。现在到底是谁会是杀人凶手呢？那他是为了什么才杀人呢？情杀？那不可能，这些人谁也没抢过别人的老婆啊。为了钱杀人，那也不太可能。这条船上除了公孙婕妤之外，都是穷光蛋。海阔天和金灵芝虽然都算是财主，可是没把钱带在身边。凶手就是把他们杀了，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啊。不错，所以我算来算去，丁峰的嫌疑是最大的。但是如今丁峰已经死了，啊，真不知道
该如何是好？那公孙婕妤呢？我总觉得他的来路有些问题。这船上的10个人中，也许有1、2个是公孙婕妤的仇家，但他不至于要将这些人全都杀死吧？但是现在事实摆在这儿，这个凶手不是公孙婕妤，就是勾子长。公孙婕妤的嫌疑怎么也要比勾子长大一些吧？有件事，香帅一定会很奇怪。在下这次到江南来，除了要在海上找那萧金窟外，还要找一个人。这个人，我已经寻访了很长时间了，可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直到昨天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人就在这条船上。